若他真是个不识好歹之人，就凭姚姐姐你的本事，还怕治不住他了？看什么一惊一乍的，吓死个人！尤二姑娘，还请移步，我有话同你说。有什么话你就便说吧。江雪宁，这可是在宫里，你别太放肆了！别过来！我怎么？我欺负你，要告状是吗？可我有长公主，有着户部实权的父亲，你有什么？闺阁女儿家还未出嫁呢，就要撺掇着坏人清平名誉，毁人终身大事。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，长大怎生得了？这传出去啊，怕是没人敢娶。姚姑娘，你说是吧？我乏了，先睡了。江雪宁，你这疯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给我等着！张大人，本宫有话要同你说。后宫妃嫔不得私见外臣，且娘娘之请，恕张某难从命。大人要看着我死吗？薛叔背后有整个薛氏，从不满足于皇贵妃之位，他早就盯准了后位，且他如今又有了身孕，若是连周盈之也被扳倒，那我在前朝后宫便会彻底失势，到时候我又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去随逆党作乱，半路劫杀，你宁可折了腿也要护着我。郊外破庙，我藏在荒草丛里，你却甘冒奇险去将他们引开。长哲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便不能一直对我这样好吗？娘娘是一国之母，张哲是一朝之臣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遇难遇险，以命换娘娘无虞，皆是分内之事。但周盈之党羽一案本是国事，一朝兴衰皆系于此，恕张某不肯寻死。只是分内之事吗？若娘娘觉得臣昔日相救之举，实有僭越之心，臣愿能弃罚。我知道张大人眼里不如沙子，我亦不想求张大人饶他们一世，但请大人高抬贵手，助我渡过此难关。他日我必将周盈之一党的罪行一一呈至大人案前，让他们认罪伏法，可好？长哲，你帮帮我，这次过后我就做个好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罪臣张哲徇私枉法，依罪秋后处斩。其五位指挥使周寅之举报有功，官复原职，赏银1000两，钦此。世上为何会有你这样傻女人？
既然苏尚仪这条路已走不通，再装下去也不过是自讨苦吃。罢了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能将花心朝向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得如此周全，果然是蕙质兰心。今日制香，江姑娘该是第一。哼，能不周全吗？当初可没少因为这点细节被你虐待。王老先生，谢某已将考题誊抄了6份，还请先生过目。哎呀，谢少师客气了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一帮小女娃子读书，这考教嘛，就是走走样子。您呐，别太当真。我记得谢少师之前说过，此番出的考题都颇为简单。若是圣上知晓，会不会觉得有些敷衍，查验不出这伴读的学识啊？一个公主非要闹着读书，这圣上他也没有办法。按道理说呢，一个女孩子家在家听父母的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读《孝经》《女诫》也就罢了，非要搞出这么大阵仗来。是啊。礼仪教习便暂且结束，还请各位姑娘准备下午的文试。若是学识过不去的，也一样会被逐出宫去。是。哎呀，惨了！昨夜本来想再背书的，结果一拿起书本我就睡着了。这下午可怎么办呀？江二姑娘，我早就看出你乃是有识之人。听闻你父亲与谢少师相熟，不知谢少师有否指点过你课业？你看啊，可否小小的透露一下，谢少师平时喜欢看什么书？阅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？这几个人没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倘若他们能答得好些，岂不更映衬的我不学无术，不堪为伴读？既然你问了，我少不得要说2句。这谢少师学识渊博，考教我们的却不会太难。这儒文20篇是一定要看的，尤其是第3篇和第6篇。我曾听父亲说过，谢少师很是青睐端正字体。这答卷答得再好，字体若不工整清晰，在他那边也是要被处落的。谁带了儒文20篇的？快借我看看。宝英妹妹，你带了吗？没带。薛姐姐，真的吗？字写的不好，真的要被处落吗？宝英妹妹，你莫要听她胡说。江雪宁只怕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像谢先生那样的人物，岂是她能懂的？咱们只等着下午看他笑话吧。江二姑娘，你等等，你有事找我？昨夜的事，姚小姐放心，我这人虽然不算什么好人，但有什么仇有什么怨，我都是当面直说。背后重伤传人小话这种事，我是不干的，自然也无需担心我回头到处乱讲。我自问与你无怨无仇，可昨夜你的反应似乎也太过激了些。江二姑娘，敢问你与那张遮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不过是为张大人打抱不平一番，你就要以为我们有点什么？若真有什么，可是又要被你拿来当做退婚的理由。你若真与他没什么，为何如此关心我的婚事？张遮大人一生清正，素有贤名，乃是君子。雪宁只是一个小人，岂敢与他有瓜葛？只是待君子，便要以君子之道。世人趋利避害，姚小姐觉着这门亲事不合适，想要退了无可厚非。可有些事若做过了，便不大好。既要退婚，又想着对自己全无损害，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啊？你如今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若等真是你遇到了这样的事，要配这样一门婚，
只怕做的未必比我好看。若我是姚小姐，遇上这样一门好亲事，我高高兴兴嫁了都来不及，何必要退？便是我要退，也不会将脏水泼在无辜之人身上，索性就大大方方和张家说了。若是我铁了心不想背着势力的骂名，还想要退婚，那不如按兵不动，在家等着便是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知道什么？马上就要考教了，你与其在这儿与我纠缠，不如多读点书。多谢先生相助，二叔感激不尽。哪里哪里，大姑娘学识过人，本不必如此。只是国公啊，对您伴读这件事非常重视，才让老朽行此保险之举。不过这次考试是谢少师亲自出的题目，题目中策论居多。儒文20篇，您要是带着的话，不妨再拿出来仔细读读。还真是儒文20篇。大姑娘，你……哦，无妨，多谢老先生了。啊，哪里哪里。诸位请坐。文试，这边开始。考试时间为1个时辰，时限之内，请诸位认真答题。果然与上一次的试题相差无几。儒文第3篇，这不是……肃静，还不赶紧作答！等等，谢少师，怎么了？往后若非是疾风狂雨烈日，都把东角的窗扇打开。是。动笔吧。什么开窗？分明是怀疑我要趁案作弊。反贼就是反贼，小人之心。看我这次怎么给你们交个好大卷。我们的誓约，渐渐只剩想念，花开满了的街，没有你的遇见。看一眼潮起，等待冬季，慢慢留住回忆，忘了四季，没有了你。风吹很轻，吹落花开满一地，吹动我心。月光下你的叮咛是很动听，靠近的很小心。时辰已到，各位停止答卷。2位先生，可要一起评议？啊，不必了，由少师大人决断即可。到我了，坐了，拿
难不成要下猛了？他怎么一直瞪着我？不会除了赶我出宫，还要再找我麻烦吧？江姑娘，我怎么觉得谢少师看这份卷子的时间好像格外长啊？而且他好像在瞪你。你不知道吗？他有眼疾。啊？方才答卷我已阅过，评议的结果也已出来。定国公府薛书上等，尧上书府尧西中上。谢过少师。坊间政府方妙，卷是中等，不过胜在一手好字，写得工整认真，看得出有向学之心，亦可留。谢过少师。有月与周宝英，往后还得勤勉学习，此番亦可留。是。至于江侍郎府江雪宁，卷是上等。谢先生指点，臣女回家后必定会可留。怎么可能？看看我们家二姑娘高兴的昏了头，连话都开始瞎说了。不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宫中，更别说是当谢薇的学生了，那简直是找死。谢先生，学生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教。学生自知学识不佳，却被评为了上佳，只怕评为中下的人心中茫然，不如将学生们的答卷一一下发，也好让彼此心服口服。你这是在质疑谢某不公？学生不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谢某就将各位的答卷一一拿出来评讲一番，好让你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到底在何处。我就不必了吧，先生，宝英的确学识不佳，宝英认的。是啊，细细剖开来讲，这与当众鞭尸有何区别？江雪宁，你一贯掐尖要强，自己拿到上家也就罢了，何苦非要来针对我们？那薛姐姐也拿到上家了，你瞧人家说什么了吗？如此看来，是江姑娘一人不解喽。我等心服口服，以得先生指点，不敢再有劳烦。如此便好。那江姑娘可单独留下，谢某可为你单独解惑。倒也不必了。治学不可不严谨，既为人师，当为你解惑。不过江姑娘既入了宫，往后有的是时间可以慢慢学，你说是不是？好了，诸位先回府准备2日，此后便正式入宫办读。我等与诸位以后以师生相称，为期半年进行教习，还望各位勤勉学业，莫要辜负我等心血。回去吧，我与2位先生还有事要议。是。天哪，我居然过了！而且谢先生一点也不像爹爹说的那么严肃，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，都怪爹爹吓唬我。那是你没见过他可怕的时候，吓死人都是轻的。我父亲说，谢先生为人处事皆挑不出毛病，他在治学一事上是从不马虎的，还说若我能学着点皮毛，也不枉辛苦入宫这一趟了。这可都要感谢江二姑娘这位大善人，若没有你的指点，我必是被出落的命了。江姑娘果然不是常人，倒像是事先知道要考什么一样，从题目到谢先生的喜好，竟是半点不差。谁知道你背地里又做了什么？别的人倒也罢了，可谢先生明月清风，品行高洁，满朝上下谁人不知？这样的圣人岂会将你放在眼里？别做梦了。